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越大的人越要去练习逆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我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通过练习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一个五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逆腹式呼吸所有的受力都是在于我们的腹部，而腹部呢就是我们五脏所待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通过我们不断的向我们的腹部受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五脏按了一个摩。第二点呢，就是通过逆腹式呼吸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底部盆底肌。盆底肌这块肌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的人它相对就越松弛。那么盆底肌只要一旦松了以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内气不但无法下沉，而且呢还没有办法聚集起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做内气聚则浑身有力。可想而知，这个盆底肌对于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重要。第三个通过腹式呼吸还可以很好的打开我们的胸部，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的膈肌要下沉，我们的胸廓要打开，所以对于我们的心肺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套真正的逆腹式呼吸的方法，即便你从来没有练过，你也能很好的掌握其中的精髓。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咱们在练习的时候选择坐姿，身体一定要做端正了。现在我们来讲要点。第一个我们要先学会收紧我们的一个盆底肌。盆底肌怎么收紧呢？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往里面夹住的感觉把盆底肌收紧。你可以把双手按在我们的小腹，当我们盆底肌在向内使劲夹紧的时候，我们的小腹也会不由自主的向内收。手放在小腹上面，当我们收盆底肌的时候，你一往里面戳一戳小腹，感觉里面有一些微微的变硬的，同时你能感觉到你有一种提肛夹紧的过程，那么你的盆底肌就收紧了。收紧盆底肌只是第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在整个逆腹式呼吸的过程当中，盆底肌都要始终保持收紧。好，那么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在整个腹式呼吸过程当中，我们的盆底肌都要收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逆腹式呼吸。那么逆腹式呼吸，当我们收紧盆底肌以后，我们正常开始吸气，吸好了以后气沉下来了以后，感觉肚子微微往外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腹部一定要向内收你看收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在憋着气的收紧，盆底肌向上提，腹部向内收紧。好，到达你的极限以后，好，来吐气，放松。记住，放松的时候只是放松我们的腹部，我们的盆底肌是一直收紧的。好，再来第二个。好，来吸气，吸。好，这个时候肚子感觉往外鼓了，我们把肚子小腹往内收你看从侧面看腹部向内收，盆底肌是一直保持绷紧的。好，到里面的最深处我们保持2到3秒钟此时是憋气状态，然后吐气放松肚子再来第三个，你看，来吸，肚子收，好，保持1到2秒钟，憋气，好，吐气，肚子放松，盆底肌依然是紧的。好，第四个，来吸，肚子收，好，然后保持2到3秒钟，好，肚子始终向内收，好，吐气，放松。这个动作看似比较简单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正常你要做个5个左右，你的额头开始出这种汗，后背开始排汗，排的是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你能感觉到我们的腹部有一种燃烧，并且就由内向外这种燃烧灼烧的感觉就很酸胀的感觉，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对了。咱们在做逆腹式呼吸的时候，一定要追求这种腹部给你这种真实的感觉你不能说你做个5个到10个左右，你发现你自己也没什么感觉，额头后背也没有什么汗，那么你这个动作做起来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就要把这个视频从头到尾再看一些，掌握其中的细节。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吸气，肚子往外鼓往外有点鼓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把肚子往内收这个衔接的过程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逆腹式呼吸，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同时呢，你在每一次锻炼的时候都能够很有效的强化我们整个腹部的核心力量，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练习逆腹式呼吸，每天做10个到20个左右。你要记住，呼吸到腰，健康到老。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睡眠不好啊，最为苦人。我相信有过失眠经历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躺在床上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闭起来以后啊，满脑子啊都会重复一些片段，好不容易啊睡着了以后，却发现啊睡得不太踏实，眼睛一睁起来了，浑身上下都特别疲劳。其实睡眠啊本来就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但是对于失眠的人来说啊，他非常痛苦，所以呢，失眠的人啊特别害怕夜晚的到来，特别害怕睡眠。没有关系，今天啊，大伟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改善睡眠，让你沾床就睡。而且呢，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来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啊，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方法怎么去做。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开双门。咱们的身体里面啊有2扇小门，这2扇门啊只要打开了以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安定心神，更好的去入睡。第一个门啊叫做神门，大家都听过啊，但是我们打开神门的方法和以往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准备1小碗的白开水，拿这个手指啊指尖啊蘸着这个水啊绕一绕，然后呢把这个手指蘸水的手指啊去拍打我们的神门啊，拍打哪里呢？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腕横纹下方，你看这3个手指啊，你看对上去，然后拍打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般来说，我们蘸着一个水啊，拍上15下到20下左右，然后呢，再手蘸一点水，然后继续，就这样去拍打啊。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我们手啊就这样啊，手指只要放在我们的腕横纹下面，就这样拍就可以了啊，拍上一个20下左右。好，再蘸一遍，再拍啊。我们如此反复重复5次，一共做上100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都知道神门可以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心神。很多人啊就是心火大，心里烦躁，睡不着觉。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皮肤蘸水打开这个穴位，给我们的心火啊降温。那么讲完了第一个动作，开神门，我相信跟着我一起做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感觉心里面特别的舒畅，特别的安静。好了，现在我们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啊更厉害，叫做开天门，打开头顶上面的经络锁。我们要知道，很多人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和头上的这把经络锁有很大的关系。这把经络锁只要打开了以后，你的大脑当中啊将会清空啊，睡觉会变得更加的容易。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天门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啊，我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不一样。它的梳头齿头更大，大家可以看到更加的圆润，是专门为了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而设计。现在呢，我用这把梳子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所谓开天门，第一个就是要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你看这条线，我们用这个巨大的齿头啊往上去推，1、2、3、4、5。在推的时候啊，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很多人啊，他因为长期睡不着失眠，所以呢，他在推这条线的时候会发现，这条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颗粒。这些颗粒呢，你用手去推啊，感觉的不太明显，但是你用梳子去推，你会发现这些小颗粒就像一个小米粒一样，在你下面去滑动而且呢，你推上去的时候会感觉酸酸溜溜的，有些朋友还有一些刺痛，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去推。一般来说，推上50下左右这个感觉就会弱上很多。好，做完了这条线以后，你看这条线像不像一个门缝两边像不像一扇门？好，我们开始，你看把这个门给打开顺着去刮到哪呢？刮到你看我们耳朵后侧一直到脖子这儿，你看一条线下来这个开天门，你看这个动作多好做的时候直接在脖子上面一些问题也给它解决了。我们用这个梳子推的时候是明显的能感觉到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感就是皮肤上面这些颗粒感和筋结都是我们身体经络不通的一些表现。所以呢，你在刮的时候会感觉有些酸有些胀都是正常的。随着你刮的这个次数变多然后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些小点逐渐的就消散了你的体会的感觉呢就会由原来的酸胀慢慢的变成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这样，我们就一下一下的刮。一般来说，你看我右侧做个50下，我左侧也做个50下
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天门啊给打开啊。你看神门打开以后呢，我们开天门。天门打开以后呢，这个时候你的心火降了啊，我们头上的这个经络锁给解开了，你睡觉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踏实。而且呢，做完这个动作，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啊，你看我做完以后，我把梳子往这一放，我就安静的坐在这儿，我会感觉整个身体上面非常舒服。大脑上面的头皮感觉一层一层的解开，非常的放松。然后此时呢，你躺在床上什么都不用做，眼睛一闭，很容易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状态当中啊。所以呢，这两套动作你只要结合在一起做，是1+1大于2的啊。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睡眠不仅变好了，而且变得更踏实，更容易入睡了，睡觉变成了一件非常享受的事。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听力不好，耳朵里面经常发出这种嗡嗡的耳鸣声，那么今天我要教会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耳道上面的经络做完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你的听力一下子好了，耳朵当中那些烦人的这种嗡嗡声也慢慢的不见了。那么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首先呢，想要打开耳朵经络，一定要学会找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看，我把耳朵折起来，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然后慢慢往下，顺着我们的耳朵往下你看这样滑下去，用手呢往下按一按，大家自己看，就这样感受一下这样感受一下，是不是你按下去摸起来的地方都是微微有些凸起的这个小骨头我们要做的地方就是围绕着这一圈，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这个位置，我手指一直在绕着这个位置。那么我们正常做的时候是怎么做呢？用我们的大拇指指腹先定位在我们耳朵前端，大约在这个点在这里，你上下摸一下，手往下摸，能摸到一个小小的凸起的骨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起点。然后呢，你看顺着我刚刚画的那个圈往下走大家看侧面看一下顺着这个圈往下走。好，那么我现在再拿手指着给大家看你看顺着这个圈往下走。一般来说我们做10下你看就这样，1、2侧面看，3非常轻松的推下去，4、5。在推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如果你的耳朵好，那么你推这个点的时候就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最多有些微微发酸。但是如果你的耳朵不好，长期耳朵里面比较受累，那么你做这个点的时候就会疼，有些很刺痛的感觉。那么我们如果在做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疼，那么这个动作咱们就要轻一点了，或者暂时先休息一段时间再做这里一定要注意。然后我们就这样去做，往下去做就行了。好，做完大概10下以后，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耳朵两边耳朵开始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只做了一边，这边呢好像感觉里面耳朵深层有一些微微的发热，甚至我们的耳朵这个轮廓这里也有一些发热，这就对了因为你通过这个点把我们的气血已经往中间去挤了。然后我们做完了以后呢，我们手你看要压着我们的耳朵，那压进去以后，然后给它里面施加压力，然后快速的放开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清耳道你看给它压力，瞬间的压出来，把耳朵里面一些不好的浊气给它带出来。我们一般做的话是2只手，你看这样捂着耳朵，眼睛闭上，然后往下压到极限，然后开始用劲一拔这个动作在古法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一般压到极限，保持2到3秒钟，再来第2下，好，再来第3下，第4下。好，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了我的右边跟左边做起来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右边就比左边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我周边的这个经络给它拨开来你就做了这个动作以后，你两边一做，你会明显感觉两边是不一样的。我的右边会感觉更舒服听东西感觉就是做完以后听东西感觉更轻松这个动作呢，对于我们日常保养我们的耳朵是非常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我们做上10下到20下，第2个压耳朵呢，我们一般去做个10下就行了。这2个动作只要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做完以后感觉耳朵听力清楚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上面留言有用帮助更多的人。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为什么会长寿？长寿有没有规律可循？长寿的根源又是什么？我相信只要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啊，都想知道长寿的答案。毕竟每个人啊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又长寿。那么长寿它是有什么秘密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就4个字：气血阳气啊。气血流通的顺畅，则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足，正气盛，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啊就会健健康康的又长寿。如果一个人啊气血不通，那么他的身体当中啊就会各种各样的一些暗病杂病啊小毛病老是来找他。不仅啊生活上面严重的受到了这个困扰，同时啊身体的状态也会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想要长寿健康，一定先是要把我们浑身的气血啊给它养好啊。我的师傅给我讲过一句话，非常的有力量，那么我说给大家来听。他说，人就如一潭水，儿时清，老时浊，水浊则邪气生。想要身体变好怎么办呢？你就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一潭水啊不断的进行清理，让它啊这个变得清清的，那么我们身体当中自然而然就没有一些外邪杂病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身体自然就好了，就可以延年益寿。那么这个里面的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那么这个清除身体当中的杂气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所以这2个啊非常重要。你看，但凡是现在年龄大一些的人，是不是他的血管上面啊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啊？其实这就是在提示你了，身体当中这潭水啊它有点浊了，要把它清一清。很多人说，那我自己身体当中水浊了，想要去清，怎么去清呢？非常简单啊，找到我们脚底上面的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可以快速的清理我们身上的一些杂气，帮助我们净化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血管。你记住，血管好了，再提升我们的阳气，那么我们的身体啊自然而然就会既健康又长寿。这个方法我今天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蓝氏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血管，提升阳气，去除体内的一些浊邪之气。那么它上面啊写着7君子啊，这7位君子我给大家读一下：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这7样一起组成了这个足贴的一个贴片。因为它的一个配比啊制作非常的复杂，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去做的。大家如果啊想让自己的身体变好，可以看一下我的橱窗，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这个小小的贴片，晚上睡着的时候就贴在我们脚底，覆盖住我们的一个涌泉。在这里呢，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净化我们的身体，同时把阳气通过涌泉打入进去啊。我自己啊贴了2-3个月，我感觉啊这个身体啊变化是非常之大的。给大家看一下我刚贴的时候的样子。那么第一天我贴完以后一撕下来，我整个人都惊讶了啊！这个小贴片上面粘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浊邪之气。而有很多人他的身体长期不好，气血不好，就是因为这些浊邪之气啊聚在我们的脚底，没有办法很好的排出体外。通过这个小贴片排除以后，你会发现坚持贴完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当中的浊邪之气啊会越来越少，然后撕下来以后呢，这个小贴片上面也会逐渐的变得干净，最后啊整个脚面上面啊就会变得清清爽爽啊，撕下来什么痕迹啊都没有。其实这就是提示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浊邪之气啊都被排空了。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每天都会产生一些浊气、湿气，这些气呢如果能排出体外，那么万事大吉。如果排不出来啊，沉积在我们的脚底，那么气血一轮一轮的循环，就会把这些浊邪之气啊引入全身，在身体当中乱窜，窜到哪里啊就不舒服。同样的，窜到哪里的血啊一堵了，经络一堵了，哪里啊就难受。所以很多人啊，他浊邪之气重了，那么他身体啊不是今天这儿疼，就是明天那疼。通过这个小贴片啊，我们只要提升我们的阳气，把浊邪之气啊去干净，你的身体啊其实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净化，把身体当中的杂质啊去掉，你的身体啊也会越来越强壮。
这个方法我其实已经分享给很多人了，很多人都通过这个方法改善了自己的身体，反馈是非常的好。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如果你有缘刷了这条视频，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并且把它保存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谢谢大家。